喝水对人体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水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不仅参与新陈代谢过程，还有助于维持体温、保护器官、润滑关节、促进消化和排泄等功能。大家好，欢迎来到乐活人生100，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保健的知识，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那影片开始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听到多喝水的建议，究竟为什么喝水如此重要呢？维护水平衡。人体约60%是水分，正确的水分平衡对维持血液浓度、电解质平衡和细胞功能至关重要。新陈代谢参与。水是身体中所有化学反应的媒介，包括新陈代谢和营养吸收。正确的水分摄取有助于促进这些生理过程。温度调节。通过蒸发汗水，水有助于调节体温，避免体温升高过快。器官保护。水存在于脊椎间盘和关节中，起到缓冲和润滑的作用，有助于保护器官和维持关节的灵活性。排泄代谢产物。尿液是身体排泄代谢产物的主要途径，足够的水分摄取有助于保持正常的排尿。消化系统。水有助于消化食物，维持肠道通畅，预防便秘。正确的水分摄取量因人而异，一般而言，成年人每日至少需要摄取约8杯，约2公升的水分，但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参考值，会受到年龄、性别、体重、生活活动水平、气候和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口渴是身体发送的水分需求信号，当感觉到口渴时，应该立即补充水分。有时候，人体可能没有明显的口渴感，但仍需要摄取足够的水分以维持生理功能。虽然水对身体有益，但过量饮水也可能导致水中毒，称为水中毒症。这种情况下，血液中的钠浓度变得过低，可能引起水肿、头痛、恶心、抽搐，甚至危及生命。然而，正常饮水量通常不会导致水中毒，特别是在正常的肾功能下，身体能够有效排出多余的水分。不爱喝水或水分摄取不足可能导致脱水，这是一种身体失去比摄取更多水分的状态。脱水可能因多种原因引起，包括高温、高强度运动、发烧、呕吐、腹泻、尿液过多、肾功能障碍等。以下是不爱喝水导致的脱水可能产生的5大症状。口渴感。口渴是身体最直接的脱水警示信号。当身体水分不足时，血液浓缩，脱水感觉会刺激口腔黏膜，引起口渴。口渴是一种保护机制，旨在促使人们补充水分，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尿液深黄色或浓稠。健康的尿液应该呈浅黄色，较为清澈。然而，脱水时，由于肾脏排除的废物浓缩，尿液可能呈现深黄色或浓稠的状态。皮肤干燥和失去弹性。脱水可能导致皮肤失去水分，呈现干燥粗糙的外观，同时弹性减弱，这是因为水分不足影响了皮肤的细胞结构和功能。头晕和乏力。脱水可能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容量减少，进而引起头晕和乏力感。脱水还可能影响脑部的正常功能，进一步加剧这些症状。血液主要由水和血浆构成，而血浆是90%水。当水分不足时，血容量减少，使得血液流动变得困难，进而影响到大脑供应充足的氧气和营养。尿频减少和便秘。身体为了节省水分，可能减少尿液的排放量，导致尿频减少。同时，肠道也可能因水分不足而变得干燥，增加便秘的风险。脱水的程度和影响因人而异。轻微的脱水可以通过增加水分摄取来迅速改善，但严重的脱水可能需要医疗干预，包括静脉输液，以确保身体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的水分平衡。喝水对人体有着多种好处和功效，这不仅体现在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上，还对预防和改善一些健康问题有积极作用。喝水的6种好处。维持水分平衡。水是身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维持水分平衡对于身体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适量的水分摄取有助于保持细胞组织和器官的正常运作，同时维护血液的适当浓度和体温。促进新陈代谢。水参与了许多身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包括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的吸收。充足的水分有助于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身体充满活力。维护皮肤健康。良好的水分摄取有助于维护皮肤的水分平衡，使皮肤保持弹性润泽，
减缓皮肤老化的过程。水分还有助于排出体内毒素，促进皮肤的自然清洁和保湿。4、预防便秘，充足的水分有助于保持肠道的湿润状态，促进蠕动，预防便秘的发生。水分还能溶解并软化大便，使排便更加顺畅。5、保护关节和组织，水存在于脊椎间盘和关节中，充当缓冲物质，有助于减轻关节的压力。足够的水分还有助于保持软骨的弹性，减少关节疼痛和炎症的风险。6、提高注意力和认知功能，适当的水分摄取与脑功能有关。足够的水分可以改善注意力、记忆力和认知功能。脱水可能导致头晕乏力，影响大脑的正常运作。喝水还对特定疾病有帮助。1、尿路结石，喝足够的水有助于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的形成，特别是对于容易形成尿酸结石或钙结石的人来说，良好的水分摄取是预防尿路结石的重要措施之一。2、膀胱炎和尿道感染，充足的水分有助于频繁排尿，这有助于清除膀胱和尿道中的细菌，减少感染的风险。同时，多喝水有助于稀释尿液，减少刺激膀胱和尿道的物质浓度。3、便秘，适量的水分摄取有助于保持肠道的湿润，促进蠕动，预防便秘。对于患有慢性便秘的人来说，多喝水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改善方法。4、糖尿病，控制水分摄取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很重要。足够的水分可以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葡萄糖，同时减轻口渴感，有助于减少饮用高糖饮料的需求。5、肾功能疾病，对于肾功能受损的人，适量的水分摄取有助于减轻肾脏的工作负担，同时稀释尿液，减少对肾脏的刺激。然而，具体的水分摄取量应该根据个体的肾功能状态和医生的建议进行调整。6、心脏病和高血压，适量的水分摄取有助于维持血液的适当浓度，减少血液粘稠度，有助于降低心脏负担。同时，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血管的灵活性，对心脏健康和降低高血压风险有积极的影响。除了水之外，饮食中还可以通过摄取水分丰富的食物，避免过量摄取咖啡因和酒精等有利尿作用的物质，以免加剧水分损失。喝水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本而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保持适当的水分平衡，我们有助于促进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预防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您喜欢今天这个主题，记得点赞和订阅，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